养一张富贵的嘴巴，并不是要多说漂亮的话，而是我们懂得在该沉默的时候需要闭上嘴巴。中年以后，我们确实可以发现，很多的是非都是说出来的，凭别人的琐事一时了痛快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些麻烦的。我们看清，但是不说破，这不是懦弱，而是给我们彼此留下了大的体面还有格局。群处我们要守口，独处的时候要留心。这简单的8个字是我们人生比较重要的几个字。我们要自己管住嘴，不搬弄任何的是非，这样对我们自己对其他人也是好的。说到底，我们要少说多做事情，这是给我们自己在积福。闭嘴的修行里面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最真实的认知，所以生活中我们要管住嘴，养一口富贵的嘴。成熟后的处世智慧写得淋漓尽致，每一句都像历经了沉淀之后的通透感。遇人关心见信之言，真是戳中了要害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，对消耗自己的人淡然的转身，把精力留给了同频的人，才是对自己的善待。就像雨润无根草，天妒有缘人，强求不来的没有关系，不如体面的去放手。越长大越懂，低调内敛从不是懦弱，不用着急的去炫耀着拥有，也不必忙着去解释被误会。路走得直，脚站得稳，比千言万语都有力量。背后的口碑，同行的佩服，才是真实的认可，比任何的虚名都要珍贵。还有就是交情未深的时候，切忌延伸，这真是过来人的提醒。3分的情配3分的话，点到即可才是分寸。话糊涂一点，不戳穿人的心，不是真的傻，是顶级的修养和温柔。看透了，却给彼此留一些体面，这份的体谅比颜值更暖心。到最后才明白，笑而不语，痛而不言的不是委屈，是心宽。守口如金，不争也不吵，不是认输，也是底气。对家人的包容，对伴侣的宽厚，对朋友的坦荡，这份温和比什么都更珍贵。晚年的幸福安稳，恰恰藏在了这份不急的愉悦中。这段话里太着心，那个宣女的同学故事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管不住嘴的尴尬。他以为是分享了喜悦，却没有察觉过度的炫耀早已变得他人的负担，最后落的是被疏远下场，真的是让人唏嘘。马克吐温那句话，最危险的敌人是自己的口舌，简直就是一针见血。年轻时总觉得会说是本事，吃过亏才会懂得，会闭嘴才是真的修行。良言能够暖人，可不分场合。不过人的话，哪怕出发点不是坏的，也会变成了刺人的针。就像同学们里的炫耀，1次2次是分享，次数多了就成了冒犯。他委屈自己没有做错事情，但是没有意识到说话的一些分寸，藏着对人的尊重，不懂得去闭嘴，不是直睡，是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感触之间的一些边界。人越长越大，话越来越少，哪里是变得沉默，正是终学会了三思而后言，知道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，明白比用一些言语刷存在感，守住了口舌的分寸，才是对关系最基本的一些维护。比起能说会道，这种懂得闭嘴的自觉，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。这个故事比较真实，像身边很多人抱怨的人来说，开始大家都愿意共情，可是想多了就说了抱怨，成了身边人的一些情绪的负担，
最后连自己都困在了这里面走不出来的。抱怨真的是一个无底洞，你越说越任务重，越觉得压力比较大，越吐槽领导越苛刻，越难静下心来解决问题。它不会让觉得麻烦，只会让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不如上的，顺便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身边人。就像项目那样，他的抱怨不仅拖慢了自己，扰乱了团队的节奏，最后失去了信任和支持，完全是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。闭嘴不抱怨，不是硬抬杠，而是把精力从吐槽问题转去解决问题。比如说，任务重就要拆解了一些步骤，领导严格对标准改进了一些，比方说真的是好难，好做一点，反而更有力量。那些看似熬不过的困难，只要在不停的抱怨，沉淀心来，往往就是成了成功人的台阶。生活不会因为你的抱怨会变好，但是因为你行动而不语的。语言哲律这个词比较精准，把话少则贵，通透智慧，透彻又高级。像黄金真的是以稀为贵，对不对？话语也是如此，如果是说的比较多，失去了分量。一期一会里的一些寂寞并不是冷场，是把彼此的心意放到了留白里的慢慢发酵。不用我们多说，递来的茶的手势，对视的瞬间，反而要比客套话更能够传递我们的珍惜。心理的治疗里的沉默也是一样的，对方哭诉，着急地说不要难过，反而会打断了情绪，不如我们静一静陪着。这份的沉默就像给情绪一个缓冲的价值，让自己的理解感同身受，比自己的任何安慰都有力量的。现在爆炸的信息有，大家都在抢着说，能够主动的去闭嘴，成了我们的真的本事。这并不是不表达，是衰减表达的一把废物的过滤，把真正想说的该做的事情留到了刀刃上。就像我们按下了按键灶，外界的杂音就没有，能够听清楚自己心里的想要的什么事情，也能够听到别人说的一些词语。这种克制的沉默哪里是退缩，而是在喧哗里面守住了自己的节奏，修炼出了不慌不忙的底气，这才是真的精神贵族气质。这段话说透了自律与守口的一些深层的关联，原本是守住了自己的行为，守住了自己的口舌，本质上是对人们的一些人生的掌控，是大格局里的一些清醒。自律是根，闭嘴是枝。不自律的人连自己的情绪和欲望都管不住，自然容易在口舌上逞一些吃快。真正自律的人要先从一些承担责任开始，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不被闲言所左右。这份底气延伸到了沟通，就是不抢话，不争执的克制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推卸责任的容易，坚持是比较难的。其实多说也是一种偷懒，图口舌之快，不用费脑。而闭嘴需要主动的收敛我们的心性，本身就是自律的修行。格局越大，破事越少，这句话可以戳心。很多人口舌之争，说到底是为了眼前的小事情计较。真正大有目标的人，早就把精力放到了长远布局上，哪有功夫在言语上针对的。3年的学说话是能够表达，学生了可以闭嘴，是一种分寸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话说给别人听，不是认输，是知道什么是争与不争，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说到底了，自律管的是内心的秩序，闭嘴守的是外界的一些边界。内在都守住了，既能够沉下心做自己的事情，又能够交往中留一些余地，人生自然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最灼心的话就是对亲人的一些伤害，我们总仗着他们会包容，就会把他们最狠的话留给他们，却把我们最爱的人伤害了。再暖的也经不过反复的刺痛。
外界的伤害就像刮在了皮肤上的风一样，刺骨寒心。哪怕我们要对亲人说一句对不起，痕迹也不在。就像父母唠叨对我们的一些不耐烦，伴侣会委屈我们的一些冷言，明明是最温柔的人，却成了我们的情绪的垃圾桶。说到底，做人的修养从来不是对外人的客套，而是对自己的一些约束。约束自己不夸大，不议论人非，更约束自己不对亲人说狠话，低调做一些事情，真诚对待人，对爱的人多一些耐心，才是最实在的处人的之道。好了，今天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明天视频再见。